工作是为了什么？对大多数人来说，工作是为了讨生活。我们努力工作，以此换取生活的安稳和平静。比如说马超，自从站错队之后，他在内宣部坐了多年的冷板凳，私下里谁没议论过马超是个狠人？只要公司照发，他总有办法混下去。这谁呀？内宣部的，之前比我跟韩总早来公司1年，之前一起做过一个项目。哦，不是他什么职位啊？看着也不像什么领导啊。跟错了人，现在什么都不是了。那不彻底 game over 了吗？是。人在社会里活动，工作的收入增加，职业晋升意味着社会地位的提升。哦，董事长来了。好，我这就去通知内宣部。如此，哎，好，在生存的意志上，工作就成了一个人的脸面。还有一些人，工作才是他的生活。徐总的全力支持。本身我就喜欢这个运动，而且我也希望大家能通过这个活动促成更多。总之，对打工人来说，工作占据了至少人生1/3的时光。无论多么高大上的工作，时间一长都会滋生无聊的感觉。高光时刻可遇不可求，剩下的就是不断重复的似水流年般的虚无。这个东西发到我手机里，它就属于我的消息了，是吧？你凭什么从我手机里拿走属于我的消息？而能够对抗这种虚无的工作的意义，只能由我们每个人自己去寻找。找不到的话，不妨听一听自己心里的声音。我辞职。秀雅，你怎么说走就走啊？这也太突然了。董事长不是在培养你吗？徐阿姐，是不是有人欺负你啊？你放心，我们肯定会帮你的。秀雅，你倒是说句话呀！我就是想辞职了。吴秀雅很想跟他们坦白一切，从董事长跟他的谈话到台上的脱口秀，再到此刻的被迫辞职，她也有不甘和困惑。可那么多千丝万缕的话，似乎找不到一个气口，她忽然感到很无力。小丽姐，啊，这个是吴总的采访资料，还有这个是建工杜总的采访资料，里边还包括2家公司的所有合作项目，都定在最后一页了。这个是董事长接受财经杂志的采访，电子原版在我的电脑桌面上有个文件夹。哦，好。好啦，就送到这儿吧。
我再送你2部吧。你确定将来不会后悔吗？后悔什么？为了脱口秀辞职，不迟吧？董事长让我2选1，如果可以的话，我当然2个都想要了。可是世间安得两全法？你都要当经理了，这是多少人奋斗很多年才能够得着的位置。脱口秀能有什么未来啊？我都不知道脱口秀是什么。权衡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但是心安很难。我觉得我是做了一个让自己心安的决定。好吧，你很勇敢。其实我一直都挺羡慕你的，你知道吧？如果这时候我有手，我就抱抱你了，你知道吗？谢谢你一直照顾我，以后的路我会好好走下去的。搞这些，回去吧。那我不送你了，我回去写稿子了。拜拜。哎，秀雅呢？刚走。哎呀，我那个建工采访的数据还得跟他对一下呢。应该还追得上吧？啊，秀雅，哇，怎么回事啊？这是前面那辆黑色的车。所以你没有什么消息要跟我分享的吗？我辞职了。你……我说怎么一直这么硌呢？就是上次不是董事长让我工作和脱口秀2选1吗？这不就辞职了吗？我想你们董事长说这句话的本意肯定不是想让你辞职。唉，辞都辞了，也没法揣测他了。对，不揣测他了。那咱们去吃点好吃的来庆祝你的辞职。好啊，吃什么？跟我走吧。好。找钱我找不开呀。 ，100块都找不开啊！算了算了，我们想去吃的这家餐厅在黑珍珠必吃榜上哎。是啊，我投的。眼光还好吗？那我可不敢贸然评价你。那我还真想听听你贸然的评价。吃饭前先跟我去个别的地方。行啊。先生太太2位好，是想看一下童车吗？你们的宝宝多大啦？不是，我们没有宝宝。您是还没有显怀，不好意思说吗？不是，我们不是夫妻。哦，快了，未雨绸缪嘛。我方便给2位介绍一下这款童车吧？好啊。
这款呢是适合0到4岁的宝宝，然后有睡蓝模式、高景观，避震效果也特别的好。我想问一下，咱们针对的是高端母婴市场对吗？我做了调研，我们家的东西其实不便宜，但是营业额非常的高。是的，先生，公司定价和目标消费人群都是针对中产育儿市场的。好，我们自己看一看，谢谢你。来，这道芋奶菜心非常有名，你尝一尝。确实好吃。我刚才是想一出是一出的，有点让你不自在了吧？不是有点儿，那是什么？是很不自在。那我向你道歉，好吗？是那样，我最近是想涉猎母婴品牌的，所以刚才我看到那家店就进去了解了一下。Sorry。接受你的道歉。不过刚才我的心情倒是很愉快的。看人出丑总是心情愉快的。更重要的是，我对刚才那个画面是有期待的。母婴确实是一个好主意，因为生育对于女性来说确实会造成非常大的压力，影响工作呢可能只是一方面，那另一方面呢，母亲和孩子天然牵绊就会更多，这就会让女性为此付出的更多。但是另一方面呢，又会有一个声音说，哎呀，你不可以全职在家带孩子，你不可以与社会脱节，你必须要经济独立，所以就会有很多女性会积极的回到社会工作当中去，然后努力作为一个所谓的独立女性。那这个时候就会有另一个声音说，孩子的心理健康非常的重要，母亲的陪伴必不可少，你必须要承担起一个母亲该承担的责任来。所以这个时候很多女性就会下意识的购买很多高品质的母婴产品来弥补孩子。所以你看，这简直就是一场由 PUA 引发的冲动消费。你为了逃避我的话题，是真的可以原地写出一篇论文来的哈？没有啊，我就是，你不是说要投资母婴这一块吗？我就跟你分享一些我的社会观察还有思考。好啊，那你觉得这个问题有解吗？当然有啊，这就是简单的分工问题嘛。那你传统的观念认为，女人就是靠男人养家，男人就得靠女人带娃，但实际上，家不是一个人的家，娃也不是一个人的娃。你换个中立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就没错了。只不过大家的关注点就很容易集中在两性对立上，会造成很多不必要的社会焦虑。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也会有很多人选择不生啊。那徐总，对于这些不会进入到你消费领域的人来说，你有何解？我正好投资了养老产业，那不生孩子都没有问题，但是以后呢，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没有人养老了。那这个板块是可以做得更商业化的。其实你说的这些问题我都有考虑过的。社会的发展嘛，我们的文明是要往前走的。以后呢，想生孩子的人可以尽情的生，想生多少都无所谓，不想生的人就不要生，大家也不会觉得很奇怪。我觉得自由度和宽容度是一个社会文明的标志。大体认同，细节有差。不过我要再说下去，我可真就要写一篇论文给你了。找到我吧。看看，是不是一模一样？天哪，还真是，就是徐云峰。徐云峰、吴秀雅，吴秀雅徐，这俩人八竿子打不着，这不可能吧？不会是在那个金融峰会上认识的吧？别看秀雅闷不吭声的，每次出事情都搞得惊天动地的。不，这个车得100多万吗？这么贵？你们是不是真不懂啊？他那么有钱的人开100多万的车，那对他来说这就是寒酸了。人家厉害就厉害在有钱还这么低调。真正有钱人根本就不在乎开什么车，他开什么车咱也不敢说的。就是，哎呀，你咋忘？秀雅之前跟我有过误会，
我现在拍他马屁还有用吗？现在怕是想拍也拍不着喽。那也不至于。现在有钱人换女朋友的速度比挣钱的速度都快。那你可小看秀雅了，更觉得来了。哇，我的天！怀上了啊！真的假的？了不起！哎，所以我说秀雅心思深沉的，人有把握当老板娘才离职的。这也太劲爆了吧！不行不行不行，我走了，我去拍秀雅马屁去。秀雅就是我们内宣部的吉祥物，从此走上人生巅峰，吃香喝辣。去掉下周要交的房租6200，水电网话费，不对呀，我的雅，怎么就剩这些了？上次大剧院集资我出了2万。2万，你可真大方。那时候谁能想到啊？我就觉得我好歹还能有下个月的工资，不至于饿死。你们单位没有那个辞退补偿金吗？辞退补偿金是很难理解吗？辞退补偿金，从字面就被辞退了，双倍工资给你作为补偿。辞退还给钱呢？啊，哥，这些你也懂啊？上过班。关键是我们董事长没有辞退我，是我自己辞职的。啊？得，得亏2月房租。早知道我当时不要面子了，面子能值几个钱啊？哎，小兰，你那还剩多少？1万多吧。刷卡的时候一点感觉都没有，昨天一查才知道已经扣了1万多。你也太能花钱了，九兰。作为一个现代都市女性，那很费钱的好不好？再说我这已经很省了。好吧，现代都市女性，你们真的就是太年轻了，不懂得攒钱的重要性啊！到我这年龄，你们就知道了。我挣着钱了，一定开始攒。但是你攒了多少？映入你眼帘的都是我攒的，这不只聊人家，你老聊我干什么？你成心的吧？跟谁学的？秀雅，直接啃老，不丢人。你觉得我敢跟家里提吗？我连分手这事儿都没能说出口。为什么呀？因为郑浩在我爸妈眼里，那就是一个上等的金龟婿，比我地位高多了。他是金龟婿，那徐云峰是啊，那不就是上等的叫钻石龟婿了吗？啊，那是一个档次吗？能相提并论吗？你把徐云峰的资料调给你爸妈看一下，那都哭着喊着开着香槟，捂着狮子让你分手，知道吗？我跟徐云峰就是处看，不算谈恋爱。那不是你说了算吗？哎呀，要我说，这没结婚就都别说，省得分了还麻烦呢。呀，有公司回我了。在原来的公司，你主要负责什么工作？我主要负责的是公司内部的公众号运营和公司内部的宣传文案。在此之前呢，我也有过1年的市场部工作经验。那你上一家公司的离职原因是什么？遇到了一点小问题。什么问题？因为我有一个业余爱好，说脱口秀。脱口秀？脱口秀是一种舞台表演形式，它的特点是轻松和幽默。国外呢有很多成熟的电视节目，也有酒吧开放麦，还有很多专业的演员。现在国内可能场会少一些，演员也寥寥无几。我是非常喜欢用脱口秀的方式来观察和调侃生活。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公司聘用你的话，你还是会继续说你的脱口秀，对吗？是的。工作之余我会去说脱口秀，基本情况就是这样。我个人支持员工有自己的爱好，但是如果爱好超过了一定的范畴，那不是玩物丧志。你傻呀？
连我都知道面试不能说实话，你就直接说你不喜欢前公司的企业文化不行吗？或者说是被人搞了，这也是常有的事儿嘛。很多能力强的人都在企业内斗中败北了。不行，面试还是很有讲究的。第一，你不能说前公司的不好，这样他们会觉得你嫌弃老东家。第二，就是不能说自己之前被人搞了或者背黑锅了，他们会觉得你处理不好人际关系。有道理。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怎么才行啊？有了，你就说前男友在同一家公司，他还是董事长的特助，那这既符合事实，又完美的避了坑，多好。可是这不就避重就轻了吗？哎，要不说你怎么找不着工作啊？这叫技术性回避。面试本来就是一场话术的博弈。人家也不一定对你完全坦诚嘛。就是。那什么才是标准答案呢？你可以这样说，和你的直属领导在某些理念上想法不太一致。潜台词呢，就是你遇到了一个和你性格不合的领导，然后再说对未来的职业规划有一些变化，希望有更好的个人提升。这话的潜台词是什么呢，小东？怎么还中插提问呢？会不会嘛？意思就是你被钱老板整了，没有前途了。对喽。哦。有什么想法就让他们自己去想，你说的话没毛病就行。那你为什么要从上一家公司离职呢？我和之前的领导在工作理念上不太一致，我在原来的公司有点进入了舒适区，对我来说缺乏挑战，所以想换一个更有挑战的环境。我们经历了2轮面试，也对你进行过背调，基本上可以确定你就是我们想找的人。谢谢。回去等消息吧，我们会通知你报道时间。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什么？没什么，不重要。我业余时间说脱口秀，前段时间被我的领导知道了，非常不开心。问我你怎么能背着我在外面说脱口秀呢？这口气好像脱口秀是小三儿一样。我只能解释，领导，我跟你是签了合同的，我会对你负责的。我跟脱口秀只是晚上玩玩。他不听，非得让我在工作和脱口秀之间选一个，那语气就好像在说，我跟脱口秀同时掉到水里了，你先救谁？大家看到我今天站在这里，也能想到他已经淹死。然后我最近呢找到了新的工作，我发现吧，这面试跟谈恋爱一样，他们都非常在乎你的前任，就是都要问你为什么从上一家公司离职。那我能咋说呀？别问了，珍惜眼前人吧。他不听，非得问，所以我问这位朋友吧，你为什么从上家公司离职啊？我还没离过职。行，那我祝你们白头到老。谢谢大家，我是秀雅。热烈庆祝吴秀雅找到新工作。嘿，勇哥说了，为了祝贺秀雅，今天的酒水小吃全免。咱不一直都免吗？你是不是逃单了？我没有。你这我没有。肯定有。庆祝呢，不说这些事儿。就是这么开心的日子不聊这个。来，我给你算算啊。你刚才说，所以我问问你的那个时候，是不是卡词儿了？嗯，你骗得了观众，可骗不了我。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忘词了吧。来吧，干杯！祝贺！来挺早啊！哎，高哥，嘿嘿，这个，哎，你知道吗？你们之前部门那吴秀雅找到工作了。真的吗？啊，昨天我们人力部门啊接到对方公司的背调电话了，比你们老高。我接的。二哥，那你是怎么说的呀？我实话实说呗。去阿布莱在公司的时候，工作就认真负责，我就无说是说了。至于说他辞职那些事儿吧，没必要刻意提，那不是给人使绊呢，是不是？讲究，太讲究了，哥。
哎，上回我要是被调的时候，你也高抬贵嘴呗？哎呀，是吗？不可能吧？人秀雅现在什么身份呢？肯定搞错了。那搞错什么呀？我亲自接的电话。再说了，他又不是什么富二代，肯定要找新工作呀。人马上就富一代了，好吗？自从跟了徐云峰，还有找新工作。徐云峰啊？你说徐云峰是那个徐云峰吗？还有哪个徐云峰？啊？你说的那个跟了，是我理解的那个意思吗？还有哪个意思呀？不能吧？看你这大惊小怪的样儿，你要是看见这个，还不得吓死啊！那哦，怀孕了。小声点儿。行了，别看了。徐云峰和吴秀雅，上次老沙说金融峰会的时候，徐云峰让助理把吴秀雅叫到 VIP 室，这吴秀雅回来说搞错了，老沙觉得这事有点蹊跷。看来这个吴秀雅还真有点本事啊！在床，不是，在身上啊。所以你们能看出她怀孕吗？看不出来啊，还没显怀呢吧？但凡她怀孕3个月以上，这郑浩头顶绝对绿了。所以她甩了郑浩，就是为了跟徐云峰吧？肯定是这样的。要是我也选徐云峰啊。浩浩走了得有40多分钟了吧？怎么一个消息都没有？也不知道他见没见着瑶瑶啊？肯定见着了，没消息那就说明他们正聊着呢。啊，你就别跟着瞎操心了。放心吧，这个王瑶啊，他是帝国理工毕业的，学的呢还是他们的王牌专业市场营销，那跟咱们浩浩肯定能聊到一块儿去呀。女孩子的学历文凭就是个嫁妆，最重要的还是得学会相夫教子，当好咱们浩浩的贤内助。这个瑶瑶，我跟她聊过，她确实是一个以家庭为中心的好女孩。哎，不像那个吴秀雅。这不进展挺好的吗？你怎么又叹上气了？这不就是感慨吗？太不容易了，咱们浩浩总算是过了他这道坎儿了。哎呀，你别说，还真是。你看，之前吧，咱们提都不能提相亲那俩字儿的亲字还没出口呢，他就跟你急了。哎，你知道吗？那个吴秀雅，老胡跟我说了，已经找了一个什么投资大佬了。哎，我就说嘛，他跟浩浩在一起这么久了，这不都好好的吗？这怎么忽然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他不是找了靠山是什么？这个吴秀雅真不是个东西。好了好了，都过去了啊，别生气了。我哪儿生气了？我说说还不行啊？哎，以后不许提吴秀雅这个名字啊！哎，这不是你提的吗？王瑶，你好，我是郑浩，坐。哎，你好，我们边吃边聊。请问是有点餐是吗？来一个慕斯南瓜。嗯，好的。来一个腐皮鲍黄鱼。再来个对女孩好的吧。黑松露菌菇花椒羹。嗯，好的。不好意思啊，你看我又自作主张了。你看你想吃什么，你自己点。啊，不用，就你点的那个吧。我有选择困难症，巴不得有人帮我做决定呢。那行，那就这些。嗯，好的，请稍等。谢谢。哎，你从哪儿过来？你公司远吗？现在在闵行，不过我想换一个离家近点的工作，这样上下班方便，下班也能早点回家。你想换个什么样的工作？其实无所谓，我觉得女孩子嘛，工作只要稳定就行，这样才有更多精力照顾家里。真的？你真这么想的？对啊，一个人就算什么工作都不做，也不一定能把家经营好呢。你这话
说的跟我妈一模一样。我跟阿姨还挺聊得来的。是。郑浩意识到，这个王瑶知书达理，以顾家为己任，还是个选择困难症，这简直是自己的绝配。可是他为什么就对她没有感觉呢？郑浩还在想着秀雅，他不理解，就算他被许云峰追，也不至有孩子吧？这不像秀雅的所作所为。喂，秀雅，我一会儿回公司补办一个签社保的手续。哦，到时候完事儿我们一起吃饭啊。啊，行，那先这样。先这样是哪样？秀雅说什么了？哎，是不是要跟许云峰的事呢？别这么八卦，先回去，先回去。哎，对，你帮我问问他，怎么不回我消息啊？你还给他发消息？不是，这不是有工作上的事要交接吗？哎，他跟你提过许云峰的事儿没有啊？你俩关系这么好，他肯定有说什么。他没说，我不知道。真没说什么？胖姐嘴还挺严。你跟他发什么消息？说了工作，工作。行，这样你原来的社保就可以交到现在公司了。嗯，嘿，真麻烦你啊，还亲自让你跑一趟。是我麻烦你才对，谢谢啊。行，那我慢点，回头空了上联系。好，再见。哎，再见。他怎么又回来了？不是离职了吗？哦，对呀。哎，这是回来了。哎，你怎么在这层啊？你先跟我走。去哪儿啊？出去吃饭。不是，出去吃多麻烦啊，食堂就行了。食堂不能吃了。为什么不能吃啊？虽然我辞职了，但不至于食堂都不给吃了吧？你跟徐云峰的事儿，全公司都传开了。什么？我瞒着你来的消息，那些人要知道了，肯定围攻你。你还怀着孩子呢，还要面对这些。等会儿，一个孩子，你不是跟徐云峰在一起，怀了孩子才辞职的吗？当然不是啦。那何小丽都把你们逛母婴店的照片拍下来了，全公司都在传呢。原来是这样啊！我说怎么突然那么多人给我发消息，合着都以为我傍大款了？不是啊，当然不是，我跟他连手都没牵过，哪来的孩子呀？我也觉得不是。那你为什么辞职啊？这也说不通啊。恒静，啊，我得去办件事儿，我还需要你帮我一个忙。请进。你好，你是吴秀雅，还没到报到时间啊？你的社保还没调完呢。我上次想问的问题是，如果我业余的时间说脱口秀，你们能接受吗？啊？其实我是因为说脱口秀才离开的众和集团。哦，这样啊。说你错了没？错了，真错了吗？真错，太错了！真错了！哎呦，太错了！你撒手，错了。犯什么事儿了？都上大招了。这家伙居然说我比他老！你就是比我老啊！哎呀，我就比你大3个月，老什么老？对。再说。错了！那个兰姐永远貌美，永远18。小东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说你这一句话得罪一屋子人，这不划算啊！哎。你今天早上去哪了？我醒来就没看着你。哦，我去旧公司办那个签社保的手续了，然后又去新公司，说我的离职原因其实是因为脱口秀，又待业了。你这犯什么傻呀？哎呀，我就是想跳出这个循环，不然我迟早会因为同样的原因再被迫离开这家公司，没有意义。咱不是说好一起挣房租，找啥意义呀？我都决定。哦，对了，我一会儿有几个朋友过来，酒单全算我这儿。哦，你这都待业了还请客呢？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秀雅，哎，庞静，来，
这个是我之前的同事，好朋友庞静。这位是我的发小兼室友小兰，这位是小东。你好，欢迎大家来听我讲脱口秀，快请坐。谢谢你邀请我们来，就还挺意外的。就是我们这些大老土都不知道你还会说脱口秀呢。这就是你说这个地方啊？我去好几个地方演出，这是我的大本营。秀雅，你们演这个有钱赚吗？暂时没有。看你这话问的，缺这几个钱吗？玩就是兴趣爱好，是不是秀雅？那个秀雅，我不知道胡经理来不来，我不知道怎么问他。没事，理解。大勇哥。演出马上开始了。在开始之前呢，欢迎几位朋友啊！这几位朋友呢特别的特殊，给大家介绍一下，她就是我们这儿唯一的最有才华、最有天赋的女演员的前同事们，欢迎你们啊！欢迎你们，有请吴秀雅。大家好，我是吴秀雅。非常感谢我的前同事们来看我演出啊，感觉还是有点奇怪的，毕竟我都已经离职了，还要你们看着我工作。不过马超应该对这个场面挺熟悉的吧？你之前不都一直是干坐着看着我干活的吗？我也不光是干坐着，有时候也工作。对，我说的不够严谨，我重说。我记得有一次我提交了一份3季度大中华区销售完整宣传方案，马超看了半天，反馈说有很大的问题。他这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排版不好。在马超看来呢，我们大中华区销售宣传最大的问题就是字体不统一。马超说的没错呀，这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秦始皇为什么要统一6国？因为字体不统一啊！感谢马超帮我解了这个历史千古未解之谜。胡经理来了，胡经理快请坐。胡经理，胡阿姨，之前我在跟郑浩谈恋爱的时候啊，大家都说我是关系户，然后胡经理呢又刚好是郑浩母亲的闺蜜，我当时就一直觉得她对我有一种额外的责任感，就是这工作我不管做成什么样，责任全在我。我当时就安慰我自己啊，这个公司就是家嘛，不都是说，那领导就都是家长喽。上过学的朋友们应该都了解我为什么压力这么大了吧？这谁受得了啊？天天见家长。我辞职呢，是因为董事长找我说要给我升职，但是呢就不能讲脱口秀了，说工作和脱口秀只能2选1，这就非常不符合家族精神了。如果说工作是我的主业的话，那讲脱口秀就相当于我去上兴趣班了。那你们见过哪个学生会自己主动要求去上兴趣班的吗？又或者有哪个家长会禁止自己的孩子去上兴趣班呢？我猜董事长可能是怕我一边工作一边说脱口秀，拿他当素材吐槽他。我觉得董事长真的太不了解我们普通员工了。以前我是一边工作一边吐槽他，现在倒好了，我是完全不工作，全力吐槽他。有一个人呢，我是真心要感谢的，那就是小丽姐。如果不是她，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母凭子贵，主动辞职走上了人生巅峰，已经成为了霸总文的女主角。只不过跳过了一个步骤，那就是我还没往她身上泼咖啡呢。那这我得赶紧补上。但我最近也没跟她喝咖啡，我只跟她吃过重庆火锅。小邹，我走了之后呢，怼领导的任务就交给你。领导不是都说嘛，这个要主动走出舒适区啊！你记得一定不要让大家太舒服。不过庞静，你不要嘴太狠，毕竟我离职了，就他一个干活。
我相信大家都很好奇我跟徐云峰的关系，我也觉得挺神奇的，就是我也头一次在恋爱市场上遇到这么一位行业大佬。他说他喜欢我，我十分火。毕竟他上一个女朋友是个女明星啊，就是很难不让人去想，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米其林吃腻了，想尝尝路边摊？他这都不算好奇了，他这是猎奇。不过后来了解了之后，我发现他其实人很真诚，然后又很优秀，而且我们俩单身啊。那2个单身的人就想着先互相了解一下，了解有错吗？为什么大家反应都这么大？我不了解。其实我是在想，我们女生会因为什么跟一个男人在一起？可能他非常帅，或者非常有才华，又或者非常有个性。但是，一旦他非常有钱，一切就变味儿。不管你是因为哪一点看上他的，大家都会觉得你是看上他的钱了。我不能因为他有钱就跟他在一起，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也不能因为他有钱就拒绝人家。咱一个穷鬼没有必要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家有钱，起码我不会，我现在都买不起有色眼镜。谢谢大家的鼓不赖不赖，充分的满足了我的好奇心。他们说董事长是看着你的脱口秀才提拔你的，现在我知道为什么。秀雅，你是个人才。胡经理，这是你最肯定我的一次。以后免费的票有吧？有。加油！祝贺你完成一场人生脱口秀，干杯！谢谢。开动吧，开动！来，哎，先给你夹个鸡腿子，这么辛苦对不对？犒劳一下自己。谢谢，也给你加个大鲍鱼，哎呦拳头大的大鲍鱼，敞开了吃，让人吃不完，锅里还有。不过我觉得说人生脱口秀有点太大了，应该说是毕业脱口秀。这是第一次，我从心理上真正的从电台节目毕业，也挺开心，尤其是老胡认可我的时候。他的认可很重要吗？也不是，这个第一次从老胡身上感受到了善意，很平和，很踏实，就那种感觉怎么说呢？很治愈。是，你不觉得我们大多数时候并不是自己吗？就是在扮演一个位置上的人物而已，然后我们又被这个位置给裹挟了，也支配我们所有的情绪。但那个时候我就感觉我接触到了老胡最真实的时刻，特别感动。按照你这么说的话，我每天每时每分每秒都在感动你。当然，你真诚又善良，我这辈子能有你当我的好朋友，应该好好珍惜。我一般不夸的时候，其实内心也是希望得到吐槽的。那我可要让你失望了。来，再给你加点大鲍鱼。哎呀，好大的鲍鱼！不过我这几天确实有个问题，小东。什么？小东是不是喜欢你？啊？没有吧？你今天摁他的时候，脸都红了，从这儿红到这儿，你没发现吗？那是被我勒的。你要不要试试？不用，当我没说。他，我来了！别动！我有病啊！你啥有病啊？我脸红了，你看我脸红了。心情不错嘛？跟老同事们和解了，还给他们说一段脱口秀，他们都可开心了。我也想听。下次给你讲。
那既然心情那么好，又不上班，咱们出去旅个游。可以啊。给你看个地方。你觉得这里怎么样？我刚买的。很不错啊，你买了个别墅啊？我买了这个岛。其实这些年，我相处过的人不算少，但是能让我对两个人的未来有憧憬的，你是第一个。我看到这个岛的第一反应就是，你一定会喜欢它。抱歉啊，我是觉得我们停在这里太久了，应该有个结论的。我过2天出差，等我回来，我们可以去这个岛上旅游。如果你还愿意的话。我到了。这里不方便停车，你会在前面。太好啦！耶！志雅来了，志雅来，快坐，快来！我有个好消息和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一个？那你先说你的坏消息，让我高兴一下吧。你怎么了？徐云峰欺负你了？那倒没有，他怎么会欺负我呢？那个歌舞团有个女的猛追实验，我又多了个对手。啊，这跟我可没关系啊。嘿嘿。那好消息呢？那女孩跟实业说，他们歌舞团要全国巡演，说是全国巡演，其实就是沿着沿海的7、8个城市，相当于包邮区巡演。我想这是个机会啊，这么好的机会。然后他就拿着咱们在新剧院演出那个照片，磨了那个负责人2个小时。嘿嘿，负责人同意让脱口秀加入全国巡演，怎么样？我厉害吧？没。我这么跑一趟啊，钱有了，工作有了，脱口秀也有了，这不就是我们的理想生活吗？没错。如果你们这次真挣了钱了，就证明这脱口秀能赚钱，咱们以后就能靠这盈利了。这个夏天的零花钱我也有。别太感谢我。谢谢你。实业跟小东都答应去了，然后勇哥呢，因为要看店去不了。你去不去？必须得去啊，我还得挣房租呢。耶！太好了。哎。Lighten up, take me on your magic river. Tell me all your dreams align. Sign me up and tell me about the people that you know who are trying to feel alive. So honey, if you need to cry, just come share my pillow and rain, rain, go away. I wanna hear about everything you're
tears have to put aside. And I'm right here if you just need to cry. Come love, share my pillow, and rain, rain, go away. Been some time since you fixed me. I'll never forget your time.